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亚太区龙头银行的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在2025财年录得了同比 25% 的惊人暴增，并在2026年第一季度继续维持了同比 23% 的强劲增长。这组高盛最新披露的内部核心数据宣告了亚太金融市场一场结构性的利润大转移。如果您对银环股的理解还停留在依靠放贷利差、利率一降利润就缩水的旧思维里，那么这份高盛最新发布的乘风亚太流动性巨浪2投研报告将会彻底颠覆您的认知。当全球利差步入下行周期，传统的贷款驱动模式出现实质性钝化，亚太区最敏锐的跨国银行正在利用一场席卷香港与新加坡的史诗级资金沈殿，将财富管理打造成最为坚固的非利息收入防御盾牌。首先，我们来看看高盛在报告中揭示的亚太资金流向与利润结构转型。高盛指出，随着亚洲富裕阶层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以及高净值人群的加速聚集，香港与新加坡两大离岸金融中心正迎来新一轮的流动性巨浪。这股丰沛的资金潮不仅为银行系统带来了极为低廉且充裕的存款基盘，更直接转化为财富管理业务的手续费大爆发。高盛分析指出，这场财富管理大潮正在彻底重塑银行的获利曲线，使其盈利模式从高度依赖净利息收入的单一渠道转向多元化、轻资产的非利息手续费驱动轨道。高盛明确表态，他们将继续维持对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星展银行与华侨银行的买入评级，因为这4家在财富管理领域拥有极深护城河的龙头，正成为这波流动性溢价的最大受益者。现在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场利润革命背后的底层参数与个别银行的硬核表现。首先，高居全场焦点的无疑是渣打银行在财富管理板块展现出的恐怖爆发力。高盛在报告中披露了一组极具震撼性的数据，在渣打银行的整体营运利润结构中，财富管理业务的贡献比例在近期已经一路飙升至高达约 29%。这不仅是高盛所覆盖的所有亚太区银行中的最高水平，更在实质上将渣打银行转变为一家披着商业银行外衣的财富管理巨头。渣打银行凭借其在亚洲新兴市场的深度渗透与主动的客户结构优化，成功将流动性转化为高频率、高粘性的手续费收入，从而实现了资产报酬率的显著跃升。而在资产规模更为庞大的汇丰银行身上，全球互联的财富管理网络则展现出了强大的规模效应。高盛指出，汇丰银行在2025年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富管理手续费增长同样远远超越了市场的预期。特别是在香港市场，随着跨境理财通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汇丰成功捕获了大量南向通的增量资金，其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展现出极高的利润杠杆效应。高盛分析指出，这种轻资产业务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海外降息周期启动对其净利息折损的潜在威胁，显著提升了汇丰在低利环境下的盈利能见度。与此同时，作为新加坡流动性中心的中流砥柱，星展银行与华侨银行的表现同样亮眼，并展示了截然不同的资金部署智慧。高盛指出，面对全球利率走低的宏观逆风，星展与华侨银行并未盲目扩大低利润率的贷款规模，而是主动选择了贷款驱动钝化、资金高效再部署的防御性防守。这项策略的底层财务问作在于，两大新加坡银行巨头充分利用了流入新加坡的充裕且低成本的超额存款，他们将这些超额资金重新配置到高收益的债券资产、货币市场工具以及高流动性的同业拆借中。这种资金的灵活调度，力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净利息收益率的收缩压力，更为其财富管理平台提供了极其强大的流动性弹药。高盛报告显示，在新加坡家庭财富与家族办公室资金持续涌入的推动下，星展与华侨的财富管理业务在过去几个季度内维持着极高质量的双位数增长。这项财富管理手续费的大爆发，配合超额资金的高效再部署，共同筑起了新加坡银行业净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双重弹性。展望未来的增长斜率，高盛对亚太区财富管理行业的中长期愿景给予了极具信心的量化推演。高盛在报告中给出了一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预测，在2025年至2028年期间，
他们所覆盖的亚太区银行，其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预计将会录得高达 14% 至 17% 的年复合成长率。这项远超传统银行业务增速的强大引擎，将会直接拉动银行整体手续费收入实现 7% 至 13% 的年复合成长。高盛指出，这种由财富管理主导的手续费收入结构性攀升，将会对银行的关键财务指标产生两大核心拉动作用。第一，它将会推动各家银行的资产报酬率实现全方位的结构性靠张，因为手续费业务不需要消耗高昂的资本金，具备极高的资本回报效率。第二，它将会显著降低银行利润对信贷周期与利率波动的敏感度。一个具备更高非利息收入占比的银行，其估值溢价将会在降息周期中获得历史性的重估。这也彻底宣告了传统降息及看空银行股的旧思维在亚太市场的失效。分析完这些令人振奋的投研数据，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场亚太区银行利润大转移将会如何重塑未来的资本市场版图。华瑞认为，高盛这份报告所披露的财富管理手续费 25% 的暴增，本质上是亚太区银行股估值逻辑从周期股向成长股或高质量费率股过渡的临界点。过去市场在评估渣打、汇丰、星展与华侨银行时，往往将其等同于传统的信贷中介，过度关注净利差的波动与信贷减值拨备的变化，而严重低估了其背后庞大财富管理网络的费率现金流属性。高盛预估高达 14% 至 17% 的财富管理手续费年复合成长率，说明在亚太流动性持续汇聚的新常态下，这些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正在具备独立于信贷周期的自生性高增长能力。同时，超额存款向高收益资产的再部署以及财富管理的爆发，将会为这些银行提供全球金融市场中最为罕见的利润安全垫。华瑞认为，随着低利率环境的逼近，依靠传统放贷拉动营收的商业银行将会面临严重的利润萎缩，而渣打高达 29% 的财富管理利润贡献率，以及新加坡双雄强大的家族办公室资金吸纳能力，则能在利差缩窄时提供极其强大的下档防御。这种结构性的防御属性将会推动全球长线配置资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向具备强大财富管理 franchises 的亚太龙头银行进行利润重估与资金重组，进一步抬高其估值中修。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非利息收入迎来爆发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潜在的不确定性与挑战。高盛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两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对手续费收入造成的潜在打击。目前财富管理手续费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客户对基金、证券及保险等金融产品的活跃交易与配置。如果未来全球股市或债市出现超预期的剧烈波动，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急剧降温，那么财富管理的交易量与管理资产规模将会面临缩水的逆风，进而对 14% 至 17% 的手续费复合增长目标构成直接的阻碍。第二个风险是存款流动性的结构性逆转与资金成本的抬升。高盛报告中提到，虽然目前香港与新加坡的流动性极其充裕，但如果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出现意外的紧缩转折，或者地缘政治导致资本流向发生实质性逆转，那么银行手中低成本超额存款的流失将会显著抬升其负债端的资金成本，进而对其再部署资产的净利差空间构成双向的挤压。华瑞认为，这是一场贷款驱动准化、财富管理补位、超额资金灵活再配置的立体防御与进攻。全球资金正在用实质性的流动向我们证明，亚太市场的财富效应与资产沈淀并未消失，而是正在加速向具备高合规透明度、强资产管理能力的顶级金融平台进行集结。我们在布局这场亚太银行业的世纪转型时，核心的监控维度必须从单纯的名义利差波动升级为对手续费结构优化与净资产流入速度的动态观测。对于投资者而言，我们需要密切跟踪渣打银行财富管理手续费占其营运利润的边际变化，这将直接左右其在降息周期中的估值弹性。同时，更要死盯新加坡双雄超额存款流向高收益资产的净回报率，以及其新增管理资产规模的增长斜率。这两项高密度的产业硬指标，才是我们在宏观利差收窄期
精确捕捉新兴市场金融板块超额溢价的关键熬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